我去了昊天箭头，根据他们员工的反应来看，非常不好。你说这个事情啊，两个人，一个是老总，一个是副总，每天开会碰面都在一起，出差也在一起。那突然有一天，这个副的真的给搞死了，那你说为什么？情杀，一定是情杀。那你见过他们俩关系密切的表现吗？马月月能把受害人约出去，把他给害死了，这还不能说明两个人的关系啊？那你打个比方来说，要是我想约他出去，那人家也不肯啊。那案发之前，在你的印象当中，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或者不寻常的地方？两个人关系好像不是太好。有一次我去送文件啊，就听见两个人在办公室里特别大声的吵架。吵的内容，您听见了吗？像是关于什么招标的事情啊。他说的什么话，您还有印象吗？说的是，如果你们要这么干，除非我死了。王主任的说法和警方的推断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在案发之前，马月月和死者杨天爆发过激烈的争吵，而且当时两个人的关系是非常紧张的。既然关系紧张，为什么他还答应跟杨天出去呢？而且还采取故意杀人这么极端的手段。可警方有完整的现场勘查记录和详细的痕迹检验报告，案发现场的指纹、脚印，包括作案工具，都符合马月月的供词。证人的证言现在也直接指向了马月月。如果呈上法庭，反而完善了控方的证据链。凯文，这可是个难解的局啊！你自己的处境，你自己清楚。如果你想要帮自己的话，你就得想想办法。我要活着，我要出去。警官，警官，来人啊！我要见检察官！警官，我是冤枉的，我要见陈检察官！警官，我是冤枉的，警官，我要见陈检察官！有把握吗？有。不管他提什么条件，都答应他。知道了。这个事儿你去办，务必要保证万无一失。明白。嫂子的忌日我记着呢，也替你扫过墓了。您好，我们是江东市人民检察院公诉处的，我叫高健，他叫付小荣。我听说你今天找我们来是想重新来陈述案情。对。那好，你说吧。那天，我和杨天去了露天停车场。杨天，你也太过分了。我就喜欢跟你在一起。这就是事发当时全部情形。按你说的，你当时只是撞伤了杨天，并没有倒车碾压致使其死亡，对吗？那你之前为什么要做那样的供述呢？我开始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你投案的时候，杨天已经死了，问题有多严重，你应该知道。那为什么之前一直要做有罪供述？马月月，翻供要翻供的理由，否则我们为什么要相信你呢？
怎么了？马月月翻供了，我刚才见过他，他承认撞人，但他否认杀人。我们现在要全力做罪轻辩护了。马月月翻供，他理由是什么？我和杨天有私情。我什么时候叫你过来，你就得什么时候到。你也太过分了！我还有家庭，如果继续这样下去，我会身败名裂。我是个爱面子的女人，事情已经出了，我也不想活了，所以，我宁可承认是我杀了他，给他偿命。都说完了，还有没有漏掉什么？没有了。那好，那我问你啊，你跟杨天在停车场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其他的人？没有。你撞上杨天之后呢？我离开了。去哪儿了？我去了海边。海边待了多久？有人证明吗？我一个人待了1夜，当时我脑子很乱，也不知道该做什么。行，那等一会儿做完笔录你看一下，要是没什么问题就签个字。高检察官，你们能帮我吗？法院就快开庭了。我们一定会查明真相，好吧？他把杨天给杀了，就是因为他想掩盖他和杨天之间的私情。你不觉得这太不符合事实逻辑了吗？你想一想，马月作为一个女人，以她和杨天这种亲密的关系，如果不是杨天有什么事情能够威胁到她，她怎么可能会有杀人的动机呢？她怎么能下定决心去杀人呢？你不觉得奇怪吗？法院3天以后就要公开审理这个案子，这个时候翻供，对我们来说确实是个转机。可我觉得太蹊跷了。马月月的汽车底盘上确实有碾压的痕迹，这些都是客观证据推翻不了的。你说对一件事，这是个转机，但是我们还是要把握有限的时间，尽可能的收集对我们有利的证据，才有可能做到罪轻辩护。那你想怎么做？这样子吧，你从死者杨天入手，看能不能找到不同于检方结论的地方。那好，我再去调查一下。嗯。你没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什么？比如说这个案子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出现这么大的反转？案子出现反转，虽然少见，但也很正常。怎么了？没事。喂，我知道了。马月月一案，因为影响大，当初我们是上了检委会的，现在马上就要开庭了，媒体呢对这个案子有十分的关注，而马月月又在此时此刻推翻了口供。这一切，我想听一听公安的同志对这件事是怎么看的。被告人在面临审判的时候，出现反复是正常的。这个案子的资料我仔细看过了，证据还是挺扎实的，物证、书证都比较详细，反正我挺有信心的。高健，你的意见呢？起诉时证据肯定没有问题。我也倾向坚持我们的公诉主张，只是我觉得有一些证据还需要再核实一下。
现在就这么上庭了，我心里还是有点没底。能不能建议法院延期审理啊？我看就没这个必要了。一旦延期啊，媒体就会抓住这个点进行炒作，加上马月月现在又在翻供，所以这一切的一切都会惹出很多的麻烦。推翻口供怕什么？只要我们把握住指控的理由，不就行了？好的。邓律师，来，坐。找我什么事儿？邓律师，我知道马月月的案子就要开庭了，不知道准备的怎么样了？马月月翻供了，我们正根据她的辩解，在核实证据，不过难度挺大的。翻供了，我就知道他不是凶手。她一个弱女子，怎么可能是杀人犯呢？不过我建议你们可以关注一下她的丈夫雷同，你看一下。您这么关心马月月，恐怕不只是对曾经的旧部关心呵护，如此而已吧？邓律师，这不是你该关心的，你应该关心的是证据，知道吧？我先走了。叶律师，进来。高处找您。哎，你怎么来了？进来，坐。喝点什么？不喝。啊，好。你今天一个人过来？啊，没穿制服，不是公事。没错。今天绝不是以检察官的身份会见辩护人，而是以师兄的身份来找我的学妹和好朋友。你知道你这样说，我会很感动的。但是说是与案子无关，也是由案子引发的。我就知道。那师兄，请说，你有什么指示？马月月翻供了，你知道这事吗？我也是刚刚才知道。我是希望这个是嫌疑人的意思，跟你和凯文啊都没有关系。刑法第306条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诉讼代理人、辩护人伪造证据、毁灭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都是犯罪行为，应当处以刑罚。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律师伪证罪。如果我没记错，江东是这2年因为律师伪证罪入狱的律师4个。真厉害！我就是担心你们别犯这种常识性的错误。你是担心我们不能秉持法律的秩序，是吗？主要还是关心你。你是我学妹嘛？我记得当时学法律那时候，不就经常这样吗？不管是你问我的还是没问我的，我在你耳边总是唠叨。谢谢你的关心。你放心，我会和律所的同仁们秉持法律秩序，不越雷池半。哎，我发现我这检察官做的这几年，好像越来越不会正常聊天了，是吧？你到现在才发现啊？你知道我多怀念上大学时候的那个师兄，神采飞扬，理直气壮。现在就不神采飞扬了。神采还是飞扬的，只不过老成持重了一些，谨慎。
这个地方确实挺偏僻的。凯文，我觉得应该就是这个地方。案发现场应该就在这儿。你看。 你们是什么人呢？您好，你们有事吗？您好，我们是律师。前一段时间这边发生了命案，我们今天过来了解一下情况。请问您是？我是这个停车场的管理员。律师，案子，就是那个被撞的那个。是的。哎呀，人家人都给那个坏女人压死了，你们还替她辩护？是不是他压死的？得由法院判，不是我，也不是您。请问您说您是管理员，那案发当天您有当班吗？有啊。那天您看到什么特别的情况了吗？我就看到他们开车进了我们停车场，半天没下来人，后来那个男的下来了，然后呢？然后我就干活去了。过了10多分钟以后，我回来再一看。 那个男的就躺在地上了，可是车没有了。您当时看到案发现场的位置在什么位置？您还记得吗？就在前头，车那儿。那个凸视镜那边有那么远吗？差不多。凸视镜那个地方离案发现场大概有100米的距离。当时是晚上，您确定您看清楚了？我当然看清楚了。 公安局的、检察院的都来调查过，他们可没把我当坏人呢。您误会了，您别误会，我们没有把您当坏人，我们过来就是了解一下情况。不跟你们多说了，反正我做了谈话笔录。真是，谢谢您啊。目击地点跟案发现场的距离，这个标点记一下。 这还用你说啊？先生，先生，凯文，凯文，你看这个门锁是故意被人破坏的。姑且不论这几个脚印是谁的，这个门锁肯定是最近才破坏的，痕迹还很新。这个人是为了避开停车场正门的监控，所以从消防通道上来之后破坏了门锁，进入停车场。 不管这个人是谁，他和凶案都脱不了关系。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江东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大门前。今天上午将要对昊天箭头副总经理马月月涉嫌杀害总经理杨天一案进行报道。上午9点将开始公开开庭审判，我们将持续为您做现场报道。 董事长好。董事长好。
马月月杀人案有什么看法？不好意思，媒体采访要先联系我岳宣传处。高检察官，不要这么守口如瓶嘛！有没有什么可以透露的内部消息？开庭之前，一切案件信息均属秘密。哎，高检察官，律师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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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正在向我们走来的这位女士，就是大名鼎鼎的刑辩大律师叶子琪女士。据说她出身于法学世家。邓律师还有叶律师，你们对马月月杀人案有什么看法？我想纠正各位一个错误，关于马月月杀人案这个说法，在法理上是不成立的，因为本案还没有宣判，马月月仅仅是犯罪嫌疑人而已。董事长好。我要开个电话会议，任何人都不见。好的，董事长。被告人马月月在本市仙奥新停车场内，因琐事与被害人杨天发生争吵，后趁杨天下车之际，故意加速驾车撞倒杨天，又再次碾压，致使杨天在停车场内头部、肝脏、肾脏等多器官损伤死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72条的规定，本院提起公诉，请依法判处。此致江东市中级人民法院。检察官高健。被告人马月月，你可以就起诉书所指控的事实向法庭陈述。我撞了杨天，但是我没有再次碾压，我没有杀死他。肃静。果然这样翻供，这种翻供很考验公诉人的综合能力。被告人马月月，公诉人现在对你讯问，请你听清楚问题之后，直接如实的回答。好。你是怎么到案的？我是自己去的派出所。有人强迫你投案吗？没有。那么，当时你说的杀人了，你指的是把谁杀了？我当时说的不对，我没有想杀他。马月月，你要听清楚我问的问题。我问的是你当时所说的意思，你杀的是谁？至于你有没有杀他，稍后我会让你解释。杨天，你当时是怎么跟公安机关说你杀人过程的？我记不住了，我当时说的不是真的。既然记不清楚了，为什么那么确定，说你说的不是真的？我说我杀了杨天不是真的，我没有再次碾压。就是说你曾经说过，你再次碾压过他。是。肃静。高健是一个很有庭审经验的公诉人呐。案发当天，你和杨天确实去了露天停车场吗？是，我开车带着他。去做什么？我跟杨天约好的是去谈工作。你们有没有发生争吵？有。为什么？他欺骗了我的感情，对我不负责任。然后呢？我们在车上谈工作，谈了一会儿，没谈妥，然后他就下车喝啤酒，我就开车撞了他。能不能明确的说一下，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和他有私情。你胡说！你这个坏女人！你害死了我丈夫，还有他同时告诉肃静，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如果你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本庭只能请你离开法庭。公诉人可以继续提问。你说你开车照向被害人，那之后被害人有什么反应？他躺在地上，我确定他没有死之后，我就开车走了。既然他没有死，你为什么不送他去医院？我害怕。是怕他死，还是怕他不死？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真的很害怕，我都是很害怕，很害怕。我求求你们了，不要再问了。行了行了，班长，我的问题问完了。辩护人有无问题？没有。班长，别急。辩护人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高健，应该能应付。还证人孔令新到庭。那天我看见被告人他们的车开进了停车场。他们开着车进了停车场以后，好长时间都没下车，我就觉得奇怪，就远远的看着。再回来的时候，看见那个女人开着车飞快的就跑了。我赶紧的就报警。我的问题问完了。辩护人有什么需要提问的？有。孔先生，按你所说，从被告人的车辆进入停车场，到你看到被告人的车辆离开，这段时间你并没有一直看着他们，对吗？是的。下一个问题，你说看到他们车辆进入停车场之后，你好奇了，请问你好奇什么？到地方干嘛不下车啊？是不是当时车上有一男一女，所以你有了一些其他的联想？沈班长，辩护人的问题和本案无关。辩护人，请注意你的提问内容。好的，审判长，我没有其他的问题了。邓凯文的提问方式很奇怪。传证人王美玲到庭。证人王美玲，你可以开始向本庭陈述你的证词。我觉得这两个人的关系不正常，那出事是早晚的事情啊。为什么这么说？他们俩在办公室吵得很凶的，很大声音的。为什么吵？好像是什么招标投资的事情啊。喊了一句很大声的话。喊的什么？你们要想这么做，除非我死了。沈班长，公诉人要申请本案的最后一名证人到庭。在现场吗？对。你不想说点什么？您就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能办回来吗？我相信邓凯文。雷同是控方申请到庭作证的证人，所以先由公诉人向证人发问。案发当天，被告人和你在一起吗？是的，开始我们在一起，后来他说有事，就出去了。是什么时间出去的？中午12点左右。几点回来？第二天早上6点左右。他回来的时候是什么状态？当时他一脸憔悴，面带几分惊恐，总之就像是经历过什么可怕的事情一样。那你有没有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问了，起初他不敢说，我问了好几次，他才告诉我。他跟我说，他杀人了。肃静。他说杀的是什么人？杨天。怎么杀的？开车撞死的。就这么简单？他说，他开车撞到杨天后，下车一看，
杨天还活着，于是又回到这里，把杨天给压死了。审判长，我的问题问完了。辩护人对此是否有疑问？有，请问证人雷同先生，你的妻子，也就是被告马月月发生撞人事件的时候，你人在什么地方？我在家里。案发当天中午11点到第二天早上6点，你的妻子回家之前，你一直待在家里没有出去过？是，我一直在家。请问，平常你和你妻子的关系怎么样？很好。很好。是。可是根据邻居反映，你们夫妻之间经常吵架，甚至为此惊动过110。我手上有一份110的接警记录，你需要看一下吗？辩护人，这份证据与本案毫无关联，就没必要在法庭上展示了吧？审判长，辩方不是要把这些作为辩方的证据，而是要提醒证人在法庭上要实事求是。我承认，我们是吵过架。不过，你没跟你老公吵过架吗？肃静。请问你认识被害人杨天吗？不认识。你的妻子和杨天同是昊天建投的高管，你不认识他？你老公单位的同事，你都认识啊？雷同，你有没有跟踪过你的妻子？跟踪？这哪儿的话？没有。没有。确定没有？没有。那可以评价一下你的妻子吗？她是一个雷厉风行的人，很适合搞管理。她尊重你吗？当然。她从来没有尊重过你，而且和别的人过从甚密，所以你心里一直恨她。但是因为她挣的钱比你多，所以你一直敢怒不敢言，是不是？你凭什么这么说？审判长，辩护人在主观臆测，并且攻击我方证人的人格。辩护人围绕重点发问。审判长，并非辩方没有重点发问，而是控方的证人从一开始就谎话连篇。首先，他说他和他的妻子关系非常好，但是直到辩方拿出了接警记录的时候，他才突然改口。其次，证人雷同说自己不认识被害人杨天，但是雷同曾经到昊天建投去找过杨天质问，被马月发现之后把他赶了出门。临出门之前，雷同对杨天咒骂，咒他出门被车撞死。这里有王主任的询问笔录。证人，辩护人说的这个情节到底有没有发生过？有。就是说你刚才在法庭上说你不认识被害人杨天，是在撒谎，是不是？是还是不是？是。雷同，案发当天你有没有到过案发现场？证人，请回答我的问题。没有，我刚才说了，我一整天都在家。审判长，请允许辩方在法庭上播放一段案发当日马月月家小区门口的监控录像。雷同，案发当天，你跟着马月月
去了什么地方？我只是随便溜达了一圈。你没有到过案发的停车场？没有，绝对没有。雷同，案发当日，你有没有去过照片上的地方？没有。但是我们在那里发现了男人的脚印。从照片上看，这是一个很偏僻的角落，楼梯常年弃之不用，门锁被人破坏，说明有人通过这里进入了停车场。正因为常年无人打扫，所以才使得痕迹保存了下来。你随便拍个脚印儿，就说是我的。我并没有说这是你的脚印。我们已经申请了证据保护，至于是不是你的脚印，有关部门自然会鉴定。证人雷同，我再问一次，案发当时，你是不是在现场？不要试图隐瞒。雷同，你的秘密我可都知道。我听不懂你说什么。你自己做过的什么？你自己不知道吗？案发当天，你是不是也在现场？我是去了那个停车场，不过我那只是跟踪而已。跟踪？是。跟踪谁？马月月啊。我就是想知道她去了哪儿，我担心她，如果出现问题，我好保护她。如果你是要保护她，那么你到了案发现场之后，一定会确保马月月安全离开之后，你才离开。那么当你看到马月月撞倒杨天之后，月月，快上车，快！你要干嘛？杀了他！不要！不要！不要！让他去报警来抓你吗？不，你胡说，不是这样。那是什么样？反正不是这样。对，或许的确不是这样，因为你根本不是想要去保护你的妻子，你只是想要报复杨天。杨天跟马月月也有私情，你知道之后，你就计划杀害杨天，然后再说服马月月自首，替你顶罪。不是这样，你不要胡说八道。毕竟，一个男人最无法忍受的，就是他的妻子对他不忠嘛。是又怎样？那个混蛋，他死活该，他早就该死。小铁总，董事长在吧？董事长在开个电话会议，谁都不见。小铁总，又是马月月。审判长，辩护人臆断事实，影响我方证人情绪。审判长，辩方只是根据常理和证据进行事实推断，
审判长，证人现在已经处于心理崩溃状态，我请求暂时休庭。你是不是见到杨天还没有死？是。所以你上了驾驶座，从他身上碾过去，是不是？是。不是。肃静！你有什么证据？你恨马月月不忠，更恨杨天，是不是？你们不要再问了，你们不要再问了。审判长，辩方暂时没有问题了。本次庭审暂时到此，休庭。董事长。啊。小铁总，今天晚上回家吃饭吗？我还在学习呢。哎，这个案子，您好像胸有成竹啊。别乱讲啊！别忘了，可是您花钱让我去学了法律，你这么做，可是会妨碍司法公正的哦。你呀，少操点不该操的心吧！啊！是，我再提醒一句啊，管好你的女人，别让她再添出别的什么乱子来。来，各位都辛苦了，恭喜邓总，恭喜邓总！哎呀，我心中除了感谢还是感谢，感谢各位这段时间的付出，感谢我的小师妹加盟我们律所。自从叶律师加盟我们卡米洛特之后，可以说是如虎添翼啊！大家一起感谢叶律师。谢谢大家对我的信任，也要谢谢你对我诸多的帮助。谢谢大家。来，咱们公司的口号是什么来着？胜者为王。胜利即正义。干杯！干杯 ！Cheers！ 大家都别闷着，说说自己的看法。首先，我检讨，控方证人被辩护人问成真凶，作为公诉人，我难辞其咎。话不能这么说，要说责任啊，我的责任比你大。记得当初你心里不踏实，可是呢，我又没有同意向法院申请延期审理，所以现在说责任还为时过早。在庭审过程中啊，无论出现什么意外都属于正常的，关键是案件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如果马月月真的不是凶手，那么我们该变更起诉就变更起诉，轻罪不能重判。如果凶手真的是马月月，那么我们一定要扎实的收集证据，把这个案子真正的办到水落石出。高健，你相信雷同在法庭上说的话吗？不相信。为什么？说实话，雷同出庭，我刚开始就非常犹豫，因为她是马月月的丈夫，如果他不愿意，我们根本就无法强制他到庭。但是他主动提出来要出庭作证，我当时也没多想，就答应了。现在回想，丈夫主动出庭作证，证明自己的妻子有罪，这本身就不正常。但是呢，控方啊有举证的责任，我们不能随随便便的说可能性，一定要用证据来证明事实。是，我们已经申请了延期审理，这段时间我们会自行补充，马立行他们配合。您放心，我也会全力配合高处的。好。提取现场所有物证，送技术进行比对。
何健，我拿脑袋担保，这些证据之前绝对没有。第一次勘查是拍过照片的，一比对就知道了。不用比对也知道，行政人员怎么可能那么粗心？这么重要的证据不提取啊？这是明显的伪证罪啊！啊，这是公然的向我们挑战呢。挑战的不是司法机关，是国家法律。雷同在法庭上看似控方的证人，实际上他起到了辩方证人的作用，这比他直接做辩方证人更让人怀疑本案的真凶是不是马月月。而且，辩护人能在这么短的过程中落实这么多颠覆性的证据，来配合雷同，这整个过程我感觉很像是有人在背后导演的一出戏。邓凯文、叶子杰，我明白你的意思。说实话，马月月发案的时候，我就怀疑过，也担心他们。我找过叶子琪，叶子琪跟我说，他不可能做这种事儿，我也相信他，因为之前他也跟我说过，他在询问雷同的时候，雷同很抗拒，所以希望我们检察机关能够跟雷同沟通沟通，了解一下马月月的杀人动机。从这点上看，我觉得他们跟这件事的关系可能没多大关系。那这案子麻烦了，那监控室看看去，仔细点啊！这些天都是你值夜班吗？不是，我们轮流值班。马月月故意杀人案的涉案车辆搁在这儿，有人动过吗？没有，绝对没有。我一问你就说没有，你怎么这么肯定？这有监控视频。把10天之内的监控都给我调出来，一帧一帧看。是。马队，你先跟高处一块儿吃饭去吧，让小王慢慢查查。你平时喝点啊？不，没有。哦，那这是谁的？这不是我的。哦，我还以为是你的呢。不是我的。走了。这事没完，有人发现马上给我打电话。是。你们就盯着，认真看啊。邓律师，第一次庭审不错啊，这是讲好的1半酬金。庭审还没结束呢，检方申请了延期审理，现在正在补充侦查，没准还需要2次甚至3次开庭。现在给钱，为时尚早。不早，必要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增加律师费。廖先生不计成本，真是非常慷慨。生命比钱重要。还有一件事儿，我想请教廖先生：马月月突然翻供，是不是你们做了工作？其实很简单。有人托我带句话给你，是你，你的朋友。他说让你听律师的话，别固执。还说什么？没有了。比交谈。马月月，律师会见。邓律师，你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你自己的处境自己清楚吗？清楚。你在侦查阶段做的笔录我全都看了，你一直认罪。是。这样的话，辩护空间就不大了。你为什么主动投案，又承认杀了杨天？有人威胁你，你自己的处境，你自己清楚。如果你想要帮自己的话，你最好说出实情。你是想让我什么也没说，我只是你涉嫌犯罪的辩护律师。你是一个出色的律师，马月月也很聪明，理解了你的意思。他说让你听律师的话，别固执。我要活着，我要出去。
官，来人啊！我要见检察官！警官，我是冤枉的，我要见检察官！警官。还有一件事儿，我想请教廖先生。雷同因为涉嫌帮助毁灭证据罪被抓了，这只是个由头，警方肯定会继续追查他是不是杀人凶手。这也是我的疑问。我说邓律师啊，你呢，只管看好手里的支票，其他的不要好奇心太重了。请慢用。马立行，吃饭。不饿，无法无天了。你说这邓凯文疯了吗？他要掺和这事儿，我肯定办了他。你又没证据，你胡说什么呀？绝不会这么简单。吃饭。快吃饭吧，别虐待自己。那万一是自己工作失落了呢？这怎么可能呢？你以为我们公安都废物呢？我可没那意思。赶紧吃饭。吃。别光吃饭，葱包羊肉，专门给你点的啊。来之前做一尸检，碎尸。就这事儿，没炒熟吧？故意的。他逼我说的。还挺嫩的，吃。不是。那你多吃点。快，马上到。好吃也别吃了，走吧。怎么了？看完监控了。哎，队员打包。雷同的身体状况很不乐观，咱们看守所没有康复设备，不能收容。那只能转到公安医院了。雷同又吐血了。看，就这儿，这10分钟断档。什么原因？可能机器故障。机器故障。看这时间是开庭前3天的晚上，那天谁值班啊？记不太清楚了。有值班记录吗？有，把记录拿出来看。哎，怎么了？我知道了。雷同体检的时候晕倒了，身体状况很不乐观，病情突然恶化，送到公安医院了。公安医院？什么病啊？严不严重啊？妈妈，你要查一下。雷同有重大疾病，破罐子破摔，跟辩护人串通，被马月月脱罪。不是没有这个可能，可是雷同替马月月顶罪，动机是什么？另外，我建议查一下他最近的财务情况，看看有什么可疑的财务往来没有。我觉得他有可能是利益驱使来做这个伪证。没错，现在马月案件出现这么大的转折，每一个证据都要重新落实一遍。好的，走。雷同的情况怎么样？肺癌，确诊晚期。现在状况如何？被转到公安医院了，身体非常虚弱，不适合询问。法庭上也有不测风云呐。庭审的录像我看了，媒体在披露庭审的一些细节以后，网上说什么的都有。
对不起，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不说这个事儿了，今天叫你啊是另一件事。公安局想请我们介入一个商业贿赂案，他们是在接到匿名举报信以后进行的侦查。经过初步审查，举报线索属实，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大案，已经立案，所以啊，请我们提前介入。好。犯罪嫌疑人叫廖波，现在已经羁押。公安部门在对他的住所进行清查的时候，起获了数百万元的现金和购物卡。廖波，我们在你家起获的贿赂款中，发现了昊天箭头的名字，你怎么解释？这事儿我不知道啊，我真不知道。我们既然提审你，就有足够的依据，老实交代。我真没见过这笔钱，我不知道实情，钱都是我老婆收的。那你认识昊天箭头的副总经理马跃吗？我不认识什么叫马跃跃的人，那钱都是我老婆拿的，有事儿你们去问她，跟我没关系啊。你们既然不认识，那你为什么叫他马跃跃而不是马跃？他出什么事儿？这两个案子之间究竟有什么联系？很麻烦，你们要做好打硬仗的准备。是。怎么这个时候被抓了？乱上添乱。事发突然，要尽快做出决定。董事长，我可就这么一个儿子呀。我知道了，你先去吧。道处，你还记不记得，那个办公室主任曾经说过，马跃跃跟杨天发生过很严重的争执，杨天还声称要去揭发什么事儿。有印象。那这个廖波如果跟马跃跃有关系，杨天的死会不会跟这件事也有关系呢？去通知马立勤，我们去趟看守所。道处，马队长来电话了，他又去政务车辆停放处把协警小王请回来了。那先去刑警队。等我醒来的时候，我发现监控室是黑屏的，我怕受处分，我赶紧修好。但是没想到会出这么大的问题。回去等我处理吧。是。果然是人为的。谁这么大胆子，敢做这样的事儿啊？辩护人。请进。大姐，你怎么这个时候来了？案件交流。那我们换个地方聊。什么事儿？这儿可以说吗？你让我喘口气好不好啊？
这么赶时间，我来就是想问一下，你们对现场复核的情况怎么样了？什么时候打算对雷同提起公诉呢？你就那么着急想打败我呀？急不可待呀，这是我的人生目标。进来。这是现场的复核照片，已经确定了脚印确实是雷同的。鉴定课拿到了吗？拿到了。哎，别走。按照规定，办案期间会见律师，需要2名检察官。坐。还有什么情况？没关系，这个阶段证据要同步给律师。开始。谢谢。还有一件事儿，就是雷同的账户前2天发生了100万的变化。不是转进来的，是转出去的，对吗？对。如果没猜错的话，这100万应该是转给雷同的家人。是转给他母亲的，你是怎么猜到的？雷同癌细胞扩散，他在准备身后事。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就不是向律师开示的内容了。高处讲话真有艺术。我明白，接下来你们要谈的问题，我就不方便听了。那我先走了。慢走啊。我怎么感觉你们俩像有仇似的？这跟你有关系吗？跟你的工作有关系吗？赶紧催鉴定科述结果。你随时联系我，我都有空。对，好的。哎，谢谢啊。怎么了？你情绪不高啊？我刚从检察院回来。被破坏的铁门上的指纹和地上的足印，都证明是雷同的。哎，这不是好消息吗？干嘛不高兴？我这边也火力全开，我明天约了司法鉴定机构，从痕迹学入手，争取尽快把雷同涉案的证据给固定下来。这么快？我怎么觉得有人在背后操控着整个案子？为什么这么说？为什么？师兄，凭你多年的经验，你不觉得太顺了吗？你能不能坦白告诉我，是谁告诉你雷同有可能是肇事者的线索，或者说，是谁在背后替你出谋划策，引导着我们整个辩护的方向？不过，我建议你们可以关注一下她的丈夫雷同，你看一下。没有，一直是我在主导。是吗？啊？我怎么觉得我们在停车场发现的那个神秘人，他出现在那儿，为的就是故意引导我们去发现新的证据。先生，凯文，什么？你想多了。有可能是我想多了，但是马月月一翻供，她老公雷同马上跳出来做控方的证人，而且在法庭上，这么轻而易举的就被我们给问翻了，你觉得奇怪吗？你有什么证据？你恨马月月不忠，更恨杨天是不是？你是不是见到杨天还没有死？所以你上了驾驶座，从他身上碾过去，是不是？你们不要再问了，是我杀了他。短短的时间里，这个案子出现这么多新的证据，我们简直是心想事成。你告诉我这是巧合，我不相信。
问。我知道，我说过胜利即正义，但你知道我想要的胜利是建立在公平公正的基础上。如果这个胜利是虚假的，对我来说毫无意义，而且会给我们带来极大的麻烦。雷同的事，我希望你查清楚。雷同，你好，我们今天来呢是希望了解一下案发的当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也希望您能跟我们实话实说。该说的，我在法庭上都说了。我们在案发现场发现了你的指纹和脚印，但这不能证明你就可以替他们定罪，您懂吗？人是我压死的，凶手也是我。可是我们所了解的情况跟你说的完全不符啊！你们这么着急提审我，肯定是有别的原因吧？该说的我都说了，送我回去吧。我们现在查到了，您给您母亲的账户上转了100万。怎么？我没这个权利吗？有。如果这笔钱是您自己的，您当然有这个权利。当然是我自己赚来的。什么意思？丧葬费啊，还是抚恤金？这是慰问金。回去跟让你来的人说一声，这点钱买一条命，少了点。什么意思？支票不能用？我接下的是一个案子，但是我不想接下一个手雷。怎么？你想退出？这个案子从一开始就照着你设定的方向走。你告诉我雷同有问题，我按照这个思路往下走，果然，雷同当庭就对辩方有利。我不喜欢这种被当作操线木偶的感觉。可是今天我们怀疑这笔钱跟本案有关。你们检察官不是说证据为王吗？你们查案，查出来我付。说出你的条件吧。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不是法官。来的时候，老板交代过，说没有谈不成的生意，只有谈不拢的价格。所以，你有什么条件，尽管说。我就问一句：如果做假证不成，怎么办？你当然有自己的办法。你看啊，你做什么事情能这么快赚到100万？再说了，你看你现在的身体，只会拖累你的家人。邓律师，你多虑了，没人操纵你，那是你的错觉。检察院确定了证据，雷同在案发时间到过现场。
是，我当初也只是猜测而已，希望多提供一些背景资料，只是为了帮助你而已。现在怎么办？吃火锅。吃火锅？这么大的事儿，吃火锅能吃得下去吗？注意力转移一下，吃辣火锅，辣一下，没准就有想法了。叫上马立青一块儿。我们毕竟是夫妻，月月为什么这么做，又是为了谁这么做？想必您比我更清楚。雷同啊，你看啊，人这一辈子总要死的，但死的一定要有价值。你说对不对啊？廖先生，我是个律师，我只在乎法庭上的事。如果您做了什么，我不想涉入其中。邓律师，这人生就像一个局，我们都在这局里面。接下来要做的是如何破这个局。哼哼，庭审又要开始了，我希望你集中精力，不要令我失望。如果我拒绝呢？哎，你们不吃肉吗？怎么又吃了？你师傅请客，嘛不吃？挺好的羊肉。确定是真的？确定的呢？不是鸭的，不是鸭的，是羊的。羊的，确定不是鸭的？确定，肯定不是鸭的。你们俩打什么呀？你们？给他讲讲。你说什么？我考虑拒绝辩护这个案子。我们之前在这儿吃过一次，很不愉快，因为羊肉是假的，鸭肉冒充的，我们投诉了，他们改进了。这次，不是鸭的，是羊的。这说明什么？鸭肉冒充不了羊肉，明白吗？你们是说我们的对手也有可能偷梁换柱？开胶。回到现场的痕迹很明显。什么痕迹啊？问你师傅。如果你是在拿整个律师事务所开玩笑的话，我不拦着。现场发现的足迹很清晰，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力度。根据现场的刹车痕迹来看，踩刹车的力度很大，而且一般踩刹车都会用前脚掌用力。这些特征在这个足迹上没有显现出来。如果没猜错的话，有人只是用了雷同的鞋子，模仿了一个踩刹车的动作而已。可这都是你的猜测，证据呢？哎，别急别急，证据来了，看，嘿嘿嘿，有人借着雷同的病，让马月月脱罪。就是说，有人比我们先知道雷同的病，所以才这么做。有这种可能，到底是谁想帮马月月脱罪？这个必须要查清楚。动用了这么大的资源，这么多的手段，这背景很深啊。再深也得挖呀。